朋友们，大家好。上个周末在英国发生了10多年来最严重的全国性骚乱，在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各地，包括伦敦、利物浦、贝尔法斯特等在内的很多城市，抗议活动最后都演变成了骚乱以及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一些酒店、清真寺还有警察局都遭到了洗劫。我们知道，现在法国正在举办奥运会。所以可以说在法国是进行狂欢，但是海峡之隔的英国在骚乱。大家相信吗？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英国的警察和军队正在加班加点，都在努力维持他们街头的秩序。但在英国很多城市，美丽风景线遍地开花，他们的街头火光熊熊，一些酒店、清真寺，刚才说了，警察局都遭到了洗劫。这就是现在的英国。德国媒体当然也对美丽的英国风景线进行了报道，但标题是骚乱，或者翻译成动乱，因为德语就是那个词 Unruhe。10多年来，英国最严重的全国性骚乱，从德国电视1台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大批抗议者和防暴警察对视，抗议者向警察投掷什么木棍垃圾桶砖头等等。据说一些少数族裔的住所遭到了袭击。在诺森比亚，据报道竟然有一个警察局被洗劫一空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也被点燃，英国警察逮捕了很多人。还有在英国别的地方，收容难民的酒店也遭到了洗劫。从画面可以看到，攻击者砸碎酒店的窗户或是门朝酒店内投掷酒瓶、石头、椅子等等，最后还放火焚烧了酒店。警察虽然努力阻止，但是根本就无济于事。那么网友们，英国怎么乱了呢？我们也知道凡事都有前因后果，对不对？本次英国动乱其导火索就是一起恶性凶杀事件，也就是砍人事件。7月29日，在英国西北部的绍波尔镇，如果直译成中文，那就是南港镇，3个英国女孩，很小的，可能就6、7岁、5、6岁，在一堂暑期舞蹈课上被突然闯入的持刀歹徒同时捅死了3个。凶手是一名17岁的男子，警方没有透露他的姓名，但有消息称他是一位来寻求庇护的外来移民。但是后来警察又称，这个人其实在英国出生。这起恶性凶杀砍人事件加剧了英国人的焦虑，更刺激了极端右翼分子的愤慨。按照英国警方的说法，过去几天英国全国性的抗议主导者就是这些极端右翼分子，他们煽动民众与警察对立，甚至对一些移民设施和清真寺下手。甚至在英国首相官邸外，一些抗议者也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抗议者对警察高喊：“你们不再是英国人了”，并发表宗教仇视言论。面对愈演愈烈的骚乱，英国新首相斯塔默也不得不紧急站出来，强烈谴责暴力行为，并称抗议者利用了社区的悲痛情绪。斯塔默甚至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歹徒绳之以法。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权获得安全。然而我们看到穆斯林社区成为目标，歹徒们在街上行那个纳粹礼，袭击警察，肆意暴力以及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所以我们不回忆称他为极右翼暴徒，这就是英国政府的定性。但是我得说目前英国的暴乱可不仅仅是英国的问题，其实可以非常肯定的下结论，我今天这样比较武断了在欧洲，比如说像德国、法国、瑞典、荷兰等国，几乎都有这种隐患。目前上述的各国都只是在等待某个偶然事件的爆发，然后它就是导火索。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也是基于制度几乎相同的原因。这是西方这些国家过去作恶太多，必然遭到的报应，或者说反噬。美国那边也不见得会更好，可能美国自己拍的内战那部科幻片，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美国的现实，也可能会在西方其他国家成为现实。这就是现世报，这真的不是耸人听闻久居德国的朋友们肯定能够理解我说的。那么接下来我想从3个方面来分析这次英国暴乱的原因。
前面我提到了啊，像什么德国、法国啊，什么荷兰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下面我说的也完全适用于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以及法国这两个国家。那么英国动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有3个。第一，那就是英国治安糟糕的必然结果；第二，这更是英国治理糟糕的必然结果；还有第三，这是外国移民的一曲悲歌。我再强调一次啊，下面说的也适合德国，而不仅仅是英国。第一，这是英国治安糟糕的必然结果。我想问大家，德国安全吗？法国安全吗？英国安全吗？说安全似乎也安全，至少我认为呢比美国强一点，但说不安全也真不安全。就比如很多地区在德国，特别是大城市啊，德国人或者在英国的英国人，他们未必自己都敢去，他们是本国人啊。就比如你看最近英国这3个小女孩被乱刀砍死这悲剧，砍杀小女孩可能是属于偶然事件的发生，但随后的全国性骚乱，尤其是那些被媒体及政客称之为极端右翼分子的人，竟然我们可以看到与英国的警察对视，而且规模不小，更突出了英国治安的糟糕。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英国警察他们的威望不高啊！别跟我扯什么民主自由了啊！一个国家的人甚至都不把警察放在眼里，甚至还跟警察对着干，你们说这个国家的治安会好吗？所以我说啊，英国还是多关心自己的问题吧，少当教师爷，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第二个原因就是英国治理糟糕的必然结果，或者说多民族融合以及宗教冲突处理不好的结果。咱们知道传统上英国是什么国家呢？盎萨国家，对不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目前的英国可能大部分人还是狭义上的英国人，还是白人，但是英国更像是一个多种族的移民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英国。如果你去过英国，在英国大城市，比如说像伦敦呀、曼彻斯特等等，你会看到大量的移民，他们当中有黑人、有印度人、有亚洲人等等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的种族。大家可能没有忘记啊，英国伦敦的市长就是一位巴基斯坦的后裔，对吧？还有英国刚下台那个前首相叫苏纳克，是印度移民的后代。所以在英国，多种族、多民族融合在一起，有相互成就的一面，但是也在所难免有摩擦的一面，尤其是宗教习俗的不同。冲突隐患最大的当然是欧洲传统宗教以及穆斯林宗教之间的信仰差别。所有刚才说的这些原因，更刺激了极右翼的抬头。我们可以看到，从这次5月份的欧洲大选来看，对吧？几乎所有的国家右翼都在抬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移民挤占了本地人，比如说英国这个例子啊，挤占了本来属于英国人的土地，抢走了英国人的工作，挤占了英国人的资源等等等等。偏偏与德国政府一样，英国政府呢又特别喜欢当人权教师爷，还有其他教师爷，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干涉别国内政。所以像欧美这种西方国家，他们的骚操作在过去啊，又引来了不少寻求庇护的难民。其实当中有很多是打着难民的旗号，他们其实就是经济移民。而一个社会只要它的矛盾激烈到一个程度，一个悲剧性事件，而且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就可能成为导火索，不可避免的就会促成类似的骚乱。而且怒火一旦被点燃，就很难被扑灭。前面提到法国正在举办奥运会，对吧？在狂欢，但说不定法国的奥运狂欢之后，也会因为某个事件的突发，演变成全国性骚乱。英国的骚乱就是德国和法国的蓝本，也是欧洲今日的现实。据我的观察，在德国啊，德国人与特别是中东移民的矛盾越来越深。德国有些大城市、有些区几乎等同于 no-go area， 也就是禁区。普通人、德国人还有像我们这种人根本就不敢去那里。还有英国骚乱的第3个原因，那就是外来移民的一曲悲歌。外来移民当然包括主要是2类啊，一类呢是像我这样的当年合法来到欧洲的，
后来留下来的，也包括呢后来通过各种渠道非法来到，比如说像英国、德国、法国这种移民或者是难民。事实上，如果本国和平安详，人民有工作，生活有保障，谁又愿意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祖国呢？30年前，我也与很多当时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一样，怀着美好的幻想，开启了我的留学德国之旅。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在这里留下来了。但今天我们说的英国移民问题有所不同。英国的问题主要是殖民剥削的后遗症，导致了很多国家问题重重，战争、内乱、饥荒等等，对吧？一波又波的难民涌向西方，涌向英国。他们这些所谓难民当然渴望更美好的生活，但他们的到来也影响了其他人的美梦，特别是本地那些可能职业的能力不是那么强的人，也就是比较中下层的人，所以他们这类人也就是西方称为的极右分子。一个突发的恶性事件往往成为一个群体的标签，进而导致大规模的冲突，甚至杀戮。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英国，也就是说英国有同样类似的问题，法国有，德国有，美国也有。骚乱或者暴乱的发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英国骚乱发生后，世界首富马斯克也不嫌事大呀，他曾在他的那 X 平台上面下结论说，英国内战不可避免。由于他的影响力，英国政府以及媒体当然相当不爽啊，纷纷出来谴责马斯克乱发言论，耸人听闻，而且他的言论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当然也有人驳斥马斯克，马斯克啊，你说英国不可避免会发生内战，但是你别忘了啊，你马斯克也是美国移民啊，在之前呢，你甚至是加拿大的移民，而在之前呢，你来自非洲，也就是非洲的南非。不知道什么原因，马斯克这个帖子已经无法找到，可能他自己呢偷偷把它删掉了。英国的移民众多，种族主义成分特别的复杂，宗教信仰也多样化。英国社会中一些失败的极右翼分子仇视一切移民，因为这些人可能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这些外来的移民。社交媒体呢又加剧了信息的传播，所以才导致了一个偶然事件成了英国骚乱的导火索。极端右翼分子终于找到了一个泄愤的机会。与德国一样，英国特别喜欢插手别国内政，对吧？充当人权教师爷，充当民主教师爷，就促成了更多国家内乱，制造出一批又批的移民，甚至难民。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社会又需要移民，因为没有移民，他们的社会应该就无法运转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现在的比如说中国一线城市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如果没有外来移民，是不是整个城市也无法运转了一样，对吧？那英国也一样，少了这些外来移民，这个社会真的无法运转了，生活水平可能会一落千丈，各种东西涨价，对吧？或者物流啊、供应链也断了。所以像这些国家，不管是德国、法国还有英国也好，都一样。所以他们在接纳移民和本国人之间，特别是保守人士之间，矛盾越来越深。现在在英国只是骚乱，那会不会发生内战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留给未来来回答，但这个可能性还是蛮高的。另外，就此机会，我想说说英国政府以及英国媒体对他们英国本国的骚乱或者是动乱他们的态度，以及呢与2019年香港黑暴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又是典型的盎萨式或者说西方式的双标。这次针对英国国内的骚乱，美欧他们的媒体都异口同声，与英国一样，称英国本波动乱的参与者是暴徒，是不法分子，必须将这些暴徒绳之以法。英国新首相甚至亲自主持召开这个所谓的眼镜蛇会议，来镇压所谓暴徒。我认为啊，正常情况下，每个国家的政府或者是媒体都会这么做，或者都会采取这样的态度，对吧？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我们回想5年前发生在中国香港的黑暴事件，大家一定还记得盎萨国家以及西方对香港的态度如何，对不对？特别是英国作为香港的前殖民者，他总认为他有权干涉香港的一切，
虽然已经移交给中国已经很多年了，因为英国对当年1997年和平归还香港一直无法释怀，所以经常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干涉香港的内政，抹黑港府，抹黑中央政府。一国两制，可能当年中国还没有来得及考虑那么远，所以一切港英殖民的东西都继承了下来，包括许多可笑的陋习啊，比如真的我极度不能容忍的是香港法官那个不伦不类的白马假发，简直可笑至极啊！据说这个东西也特别贵，因为使用的是高贵的英国殖民者饲养的高贵的白马上剪下来白色的马毛。另外我们看到图片啊，这法官一身装备可价格不菲啊！看这种特写，我声明啊，这是个男法官。你们看这性感的大长腿啊，还有这黑丝，这特制的皮鞋，这跟今天那些本次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那个长满胸毛的肌肉大者有什么任何区别吗？难道香港这些法官们的审美观就是与常人不同吗？大英帝国都灭亡了，可是香港的司法还拿着殖民时代那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当什么纯洁公正的标志。所以啊，这是我极其鄙视香港的原因之一。香港啊，你什么时候有勇气摒弃这羞辱中国人的陋习恶习，别再给中国人丢脸了？求求你们了，说说心里话。看着中国香港的法官带着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我感觉啊是在侮辱中国人，也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商。我觉得该摒弃的就摒弃，该改革的就改革，不要说什么一国两制，中央什么都不能管。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跟两国还有什么区别呢？大家说对不对？好，朋友们，吐槽了刚才这个香港陋习，也就是这个白色假发之后，我们回到英国此次全国性骚乱以及香港黑暴。2019年香港黑暴发生时，英国是最先跳出来反对港府以及反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黑暴进行镇压的。开始香港方面一味姑息香港的黑暴分子，大家还记得这些黑暴分子他们焚烧香港的地铁等公共设施，对吧？打砸抢银行，毁坏公物，非常的嚣张。而英国和西方是怎么看到这些暴徒的呢？他们称这些暴徒为民主活动分子。其实在我看来，两者他们的性质是相同的，但是在英国还有西方眼里，发生在中国的就是中国香港人，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之举。暴徒在他们眼里就是好人，就是民主活动分子。而发生在本国，比如说英国的，他们称之为暴徒。所以说朋友们，你们看这是不是赤裸裸的双标呢？也只有欧美西方才这么厚颜无耻的演绎给全世界看。不过通过2019年这次香港黑暴，可能也打醒了不少中国的或者是海外华人对西方怀有的幻想。前面说到西方的暴乱，这些暴徒与香港的黑暴这些暴徒其实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美西方他们有双标。但是英国暴乱与香港黑暴唯一不同的是，英国暴乱的背后应该没有西方机构的运作，当然更不可能有中国的影子，应该完全是西方自发的民主行为。就是以上我说的3个原因，英国自己管理失败，导致社会分化以及各个阶层之间、各个族群之间产生了矛盾，产生了仇恨，由此造成的。对于此次英国暴乱，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完全没有任何兴趣介入英国内部事务，而且只字不提，以吃瓜群众的心态来享受英国美丽的风景线。而香港黑暴呢，则完全相反。可以这么说，所有非西方国家的乱源都是某国以及他后面的那些小弟们在后面操盘，搞什么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小小的香港却是某国驻外领事馆人数最多的地方，700多万港人，平均拥有所谓外国领事机构密度世界第一。其实香港是什么地方呢？是个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间谍窝。而2019年香港黑暴就是某国以及英国在后面运作的，被中国识破的、被中国打掉的颜色革命。当年
甚至连乌克兰那些纳粹分子也到香港进行助威，一起搞事。所以可见啊，当年那些西方人有多么嚣张。而港府与中央政府一起，最后打掉了暴乱，让西方大发雷霆。因为搞乱香港等于搞乱中国的轨迹又次失败了。英国一直是世界之乱源，因为这些英国佬懂得分而治之的道理，各个击破。英国作为老牌殖民者，占尽了先机，靠掠夺别人的财富，对吧？还有靠制造战争。在撤走的时候，他们还埋下矛盾的隐患，而且是故意的，以便他以后可以亲自介入由这些隐患造成的冲突。比如说与中国息息相关的克什米尔冲突，对不对？比如说与中国有关的克什米尔问题，还有香港遗留问题等等。其他的，比如说今日欧洲之乱局，还有某国在中东建国等等等等，都是英国鬼子干的。鉴于英国这个衰落中的国家作恶太多，诚然他一直在吸昔日殖民地的血，而且一吸就是数百年。今天连他们的新首相都说了啊，英国的财政破产，这难道不是对英国最好的报应吗？靠偷靠抢，而且一抢就是数百年，最后搞到自己的破产，也够丢人的，对不对？英国刽子手手里沾满了太多的鲜血，因此今日英国的暴乱只不过是上帝给他迟来的报应，而这只是刚刚开始，更精彩的可能还在后头呢。说不定真如马斯克说的，英国的内战不可避免。反正如果这样的话，我会拍手称快，喜闻乐见。我呢，作为一名吃瓜群众，现在继续嗑瓜子。好了，朋友们，你们也享受美丽的英国亮丽风景线吗？好，有什么想法，请大家在下面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